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截至2026年初，新加坡的非银行存款总额正式突破了9500亿新元的大关。这不仅刷新了历史记录，更像是一场席卷全球的资金大迁徙。大家可能对9500亿没什么概念，这么说吧，这笔钱足以买下好几个跨国巨头公司，而且它是实打实存在于新加坡银行账户里的流动资金。在这个全球地缘政治碎片化，很多地方都在担心资本外流的时代，新加坡却像是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全世界的财富。很多人会问，现在利息也不是全球最高，为什么钱还要往这里跑？其实，这9500亿背后传递的信号非常明确。在2026年的动荡局势下，新加坡已经成了全球唯一的超级避风港。资金流向这里不是在赌博，而是在买一份保险。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硬核实力，让全球富豪和跨国企业对新加坡如此迷恋呢？接着往下看，我们一起揭晓。我们要明白，在这个世界，钱是最聪明的，也是最胆小的。资金流向新加坡第一优先级永远是安全性。新加坡连续2年蝉联亚太联结冠军，这不仅是一个头衔，更是全球主权基金和家族办公室眼中的免死金牌。大家相信这里的资产不会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干扰，这种法治的确定性就是新加坡最昂贵的商品，而且这种安全感不只是写在法律条文里，更是建立在实打实的防御能力上。新加坡向世界展示了我们有能力保护金融基础设施的完整，不管是在物理世界还是在数码世界，你的钱在这里都是被重兵把守的。这种全方位的保护让全球投资者明白，新加坡的安全是带刺的，是坚不可摧的。这种信任一旦建立，资金的涌入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这9500亿新元的背后，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强大推手，那就是中国企业的大航海时代。正如经发局报告所说，中资在新加坡的固定资产投资不仅激增了8倍，更在业务总开支中占据了半壁江山。像安踏、字节跳动、米哈游这些巨头，已经把新加坡当成了统筹全球业务的区域总部。这笔巨额存款里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这些跨国企业的运营资金和待投资头寸。他们把新加坡作为中央金库，随时准备在东南亚甚至全球范围内发起并购。比如最近Quadria Capital 完成对大马药企的私有化交易，动辄几亿新元的流动性支持，全部源自于本地庞大的资金池。新加坡已经从一个单纯的存钱柜，进化成了主导区域产业重组的指挥部。这些中资巨头的存在不仅撑起了存款总额，更让新加坡在东南亚的金融话语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值得注意的是，这笔钱的结构正在发生奇妙的变化，它不再是老百姓放在存折里不动的死钱，而是大量变成了机构和企业的活期资金，处于一种全天候待机的状态。现在的企业更倾向于把钱存在新加坡，以便随时利用 AI 驱动的金融工具进行跨境调拨。这种资金的高速流转，要求银行必须有极高的数码化水平，而新加坡正好走在了最前面。随着2026预算案中 AI 冠军计划的推行，金管局甚至在探讨如何利用这笔庞大的资金池来支持绿色金融和企业的数码化转型。这意味着新加坡的金融实力正在从规模领先转向效率领先。这9500亿不只是存款，它是随时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金融核动力。这9500亿新元实际上是新加坡的一份全球信用抵押品，它证明了在动荡的世界里，清廉和安全本身就是最具增值潜力的资产。只要新加坡能继续掌握连接力和防护力这2张王牌，全球资本的这股潮流就不会停歇。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意味着新加坡的金融地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稳固。这笔巨款将直接支撑起本地的绿色转型和科技创新，为未来的高薪岗位和经济繁荣提供源源不断的活水。看完这9500亿的资金解读，
你认为这么多钱涌入新加坡，会进一步推高本地的资产价格吗？还是说这笔钱会成为支持本地企业走向世界的助推器？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解读狮城的财富密码。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请为我们点赞、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